听故事学中文，一起走进中国。我上周在 TikTok 上刷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视频，一个金发小哥对着镜头用还不太流利的中文说：大家好，我是想吻一下老师。评论区瞬间就炸了，大家都在问老师什么老师。后来他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想说想问，结果声调出了点小差错。这个视频让我笑了好久，但笑完之后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缩影，它完美地展现了现在全球学中文的这股热潮。对，这个现象确实很值得聊聊。根据最新的数据，全球已经有超过1亿人在学习中文，而且有90个国家把中文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。光是 TikTok 上 Learn Chinese 这个标签的播放量就突破了100亿。Reddit 上专门讨论中文学习的社区每周有21万的访问量。哇，1亿人，这个数字真的很惊人。我记得我有个朋友，他是法国人，叫安希勒，7年前因为谈恋爱开始学中文。当时我还觉得挺好奇的，学一门这么难的语言，就为了追个女孩。但你知道吗？这7年他从来没停过，现在中文说的比我还溜。这其实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聊的核心问题：为什么学中文？表面上看，学中文确实很难，有复杂的汉字、4个声调，还有那些让人头疼的量词。但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，从几岁的孩子到70多岁的老人，都在坚持学呢？我觉得可以从几个不同的维度来看这个问题。对，咱们就从最开始的那个初心说起吧。我发现啊，每个人学中文的起点都不太一样，有些特别浪漫，有些特别实际，还有些就是很纯粹的好奇。没错，比如刚才你提到的安希勒，他就是为了和伴侣沟通才开始学中文的。这种跨国婚姻或者恋爱关系，确实是很多人学中文的初衷。但更有意思的是，那些华裔后代，他们学中文的理由可能更加复杂和深刻。哦，怎么说？我了解到一个印尼华裔女孩叫 Kasia， 还有泰国华裔 Primrose， 他们都是从小在海外长大，对中文几乎一无所知。但长大后，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根在中国，想要了解自己的文化身份。Primrose 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，他说每个笔画都有意义，这不仅仅是在说汉字的结构，更是在说他对自己文化根源的追寻。哇，这个太有感触了。其实我也有类似的经历，虽然我是在海外长大的华裔，但小时候总觉得中文就是一门必修课，学得很痛苦。直到后来长大了，才慢慢理解为什么我爸妈那么坚持让我学中文。对，这种文化寻根的力量是很强大的。还有一个特别感人的例子，是一位70岁的华裔医生，叫钟慧兰。他退休后才开始认真学中文。他说：我终于能自信地说我是华裔了。你想想，70岁才开始学一门语言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。70岁，天哪，这真的太励志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除了这种情感因素，也有很多人是因为实际的工作需要吧？当然，比如有个叫 Oliver Katz 的，他是为了做气候相关的工作才开始学中文的。在他看来，掌握中文是 essential， 也就是必不可少的。还有印尼的一名员工 Rafi 也提到，如果会说中文，就更容易建立信任，开展谈判。在商业和外交领域，中文确实能带来实实在在的优势。这倒是挺实际的。不过我发现啊，还有一类人学中文纯粹就是图个乐子。我看到有个退休学员学中文就是当成一个兴趣爱好，每天看看中文电视剧，学学新词，过得特别充实。对，这种纯粹出于好奇和兴趣的学习者其实越来越多，他们不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就是享受学习的过程。这种心态反而往往能坚持得更久。说到坚持，咱们就得聊聊学中文到底有多难了。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想吻一下的故事，其实只是冰山一角，你知道吗？有个绕口令叫“诗是石狮史”，整篇文章96个字，全部都是
SHI 这个音。哈哈，这个确实是中文学习者的噩梦。但更让人崩溃的是，当你在输入法里打 shishi 的时候，会跳出20多个词：事实、事事、实施、失事、史诗、史诗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想打的是哪一个。对，而且中文的量词也是个大坑。我刚学中文的时候，老师问我一只猫对不对？我说对啊。然后老师又问一锅猫呢？我一脸懵，猫还能一锅一锅的数？还有一圈猫、一朵猫、一碗猫。其实这背后反映的是中文的象形思维。休这个字是一个人靠在树上休息，家这个字是屋顶下有猪。因为在古代，猪是家庭财富的象征。这种把意义和形态结合在一起的造字方式，虽然难学，但一旦理解了，就会觉得特别有意思。确实是这样。我看到 Reddit 上有个网友，他手抄了整本《红楼梦》，还获得了1700多个点赞，这得多大的毅力呀！这就是学中文的魅力所在。虽然过程很痛苦，但当你真正开始理解这门语言的时候，那种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。说到成就感，咱们就得聊聊学中文带来的那些看得见的收获了。最实用的就是旅行的时候，点餐的时候能说不要香菜，砍价的时候能说太贵了。哈哈，这些都是生存必备技能。但更让人兴奋的是，当你能看懂中国电视剧，不需要字幕的时候，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。很多外国观众自发组建了《甄嬛传》的字幕组。对，安熙月就是个典型例子，他把《甄嬛传》76集全看完了，还把经典台词都记录下来当教材。你能想象吗？一个法国人用《甄嬛传》学中文。这其实反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通过学习中文，人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。比如看懂周杰伦的歌词，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或者理解弹幕文化里的前方高能、绝绝子、YYDS 这些网络用语。说到这个，Oliver 还有个特别温暖的故事。他在北京的时候，为了和一个卖奶茶的女孩小五交朋友，专门学了中文。后来他们真的成了好朋友。你看，语言学习的意义有时候就这么简单。对，这就涉及到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深层意义了。学中文不仅仅是掌握一门语言，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。研究表明，学习中文能够锻炼大脑，提升认知能力。怎么说？因为中文的语法结构和思维方式跟很多语言都不一样，中文更含蓄、委婉，讲究以和为贵。比如说，改天请你吃饭，你千万别当真，这不是真的要请你吃饭，只是一种客套话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太真实了。我刚学中文的时候，还真以为有人要请我吃饭呢，结果等了1个星期，一个电话都没有。这就是文化的差异。通过学习中文，你不仅仅是在学一门语言，更是在理解另一种思维方式。从我在学中文到我用中文生活，这是一个质的飞跃。现在社交媒体上还有一个标签叫 Becoming Chinese， 就是这种身份认同转变的体现。说到这儿，我觉得咱们应该听听全球学中文者的真心话了。Reddit 上有个网友说的特别好，难，但停不下来。这句话真的太有共鸣了。对，还有一位银龄学员约瑟芬说，学语言是值得的，能遇到不同年龄的人，结交新朋友。这其实点出了语言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社交属性。就像 Oliver 为了和卖奶茶的女孩交朋友学中文，这种因为一个人一件事而开始学一门语言的故事，其实特别动人。还有 Primrose 说的，每个笔画都有意义，这不仅是对汉字的感悟，也是对文化深度的理解。当你开始理解每个汉字背后的故事，你就会发现这门语言的美妙之处。 Rafi 也提到，会说中文在商业谈判中更容易建立信任。这其实说明语言不仅仅是沟通工具，更是文化认同和信任建立的基础。没错，所以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，为什么要学中文？答案可以很功利，
可以很浪漫，也可以很简单，可能是为了工作，为了爱情，为了文化寻根，或者只是因为好奇。对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，但不管是什么理由，一旦开始学中文，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惊喜的旅程。而且这个旅程永远不会结束，即使你学了很多年，总会有新的词汇、新的表达方式等着你去发现。说到这儿，我想问问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学中文的起点是什么？是像安希乐那样为了爱情，还是像 Kisha 那样为了寻根？或者你有没有什么搞笑的中文翻车经历？比如把“我想问一下”说成“我想吻一下”。还有哪个汉字或声调让你觉得太神奇了？或者你看过哪部中国剧，让你突然想学中文？其实每个人学中文的故事都很独特，也很珍贵。这些故事不仅记录了个人的成长，也见证了中文在全球的影响力。对，所以如果你也在学中文，或者曾经学过中文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，我们很想听听你们的经历。而且如果你对中文学习有任何问题，也可以随时留言，我们会尽力回答大家的问题，帮助更多人踏上这个美妙的旅程。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。记住，学中文虽然难，但停不下来。这不仅仅是一门语言，更是一扇通往另一个文化世界的大门。对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听故事学中文 ，Learn Chinese, Meet China。下期我们会聊一个特别实用的话题：如何用中文写邮件。哈哈，写邮件，这个对很多学中文的朋友来说，确实是个挑战。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下期见。